俄乌战争、以巴冲突、中美摩擦，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分裂，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没有爱的世界了吗？ We pledge to you that we will root out the communists, Marxists, fascists, and the radical left thugs that live like vermi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our country, that lie and steal and cheat on elections and will do anything possible. They'll do anything, whether legally or illegally, to destroy America and to destroy the American dream. 欢迎来到不小品书，我是不小王子。今天呢，要讨论这本书议题比较敏感一点，而且又是比较少人关注的国外议题。但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息息相关。像是刚刚那段话是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在2023年全美退伍军人节时说的话。这是用仇恨架构出来的煽动语言，却获得了全场的掌声。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在2024年还会听到的话。我那时候在收集资料找到这段素材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我像是在听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时演讲的那种既视感。不过也当然，我现在的生活环境跟二战时期已经差异非常多，我也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了，不再像是以前我们课本说到地球村的那个概念。而这些议题呢，也是今天想要分享的这本书《消失的爱》想要讨论的议题。作者陈文茜记录了这几年对国际大事的观察，梳理各国领导人的思路，试图回答现在的世界怎么了。如果后面你听起来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拜托你在关掉之前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俄乌战争2周年，和平何时降临？ Мир будет тогда, когда мы достигнем своих целей, о которых вы сказали. Теперь вернемся к этим целям. Они не меняются. Вот я напомню, о чем мы то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и Украины, о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о ее нейтральном статусе. Сьогодні я чітко сказав неодноразово на нашій зустрічі допустити будь-які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Росією зараз. 现在常常听到的这些国际新闻啊，像是乌克兰战争、川普的狂妄言论，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应该说，跟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其实仔细想想，关系可大了。台湾夹在目前世界霸权主导者美国与正在挑战世界霸权的中国之间，而且还是现在世界最重要的资源晶片的重要生产地。面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我们台湾人没有反战这项选项。严格来说，台湾似乎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一切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那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国内民粹主义都一直在升高呢？从英国脱欧到川普崛起来分析，会发现是英美等国家自身的衰弱，社会大众的优越感变成失落感，这股情绪在慢慢的被引导成为对外部的仇恨。像是美国，目前至少有44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的边缘。如果这些人还抱有昔日的优越感，这样的绝望很容易换来责怪式的种族主义。另外，现在还有谁记得2010年在北非和西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吗？截至2024年6月，此次阿拉伯革命已经成功推翻了6个国家政权，像是2011年1月，突尼西亚执政23年的总统班阿里下台并流亡沙烏地阿拉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正式宣布下台，权力移交军方，结束长达30年的统治。利比亚推翻格达费长达42年的统治，格达费本人于2011年10月20日被杀害。2012年2月27日，也门政治协议正式生效，已经执政33年的总统萨利赫退位，萨利赫本人于2017年12月4日被杀害。2019年4月2日，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正式辞职，结束了近20年的总统生涯。2019年4月11日，掌权长达30年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军事政变推翻。但就在你以为阿拉伯世界要迎来他们的春天时，局势却进一步的恶化了。叙利亚陷入了无休止的多方混战，埃及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利比亚在格达费被推翻后，宗教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相互火拼，内战再起。也门哈迪政府被胡塞武装和支持萨利赫的部队联手推翻，沙烏地、阿联、埃及等多国出兵干涉。苏丹在经过反复多次军事政变后，终于爆发全国武装冲突，激进圣战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并释出攻城略地，并将势力发展到索马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2016年11月，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阿拉伯之春自
2011年发展到现在5年哦，已经为相关地区带来高达6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原本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可是现在却变成西方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作为这些国家原本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严格来说也是这些动乱背后的元凶，把这些政治难民总计有3万多人抓起来送到更贫困的非洲国家卢旺达，每一个人头花费250元的英镑。另一个移民大国法国也在2023年通过一项移民法案，加强政府驱逐外国人的权限，并收紧福利和公民身份的获得条件。默默的，现在这个世界变成了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所把持的了。原本强盛的西方国家面对的是日益衰弱的经济优势。更别提美国了。2022年当平安夜的前3天，乌克兰总统拜访白宫，发表演讲，希望获得民主阵营老大们的支持，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提供金援和军事装备可以，但要出兵帮你打仗，那是万万不可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赚取战争财，像是乌克兰战争就帮助美国的天然气销售到了欧洲国家，其中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在2022年大赚了557亿美元，打破公司的历史记录，相比2021年的利润大涨了1倍以上啊！有人换算相当于乌克兰战争期间这间公司每小时赚取630万美元。那看看乌克兰的例子，再想想台湾自己呢？曾经支持全球化、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也很难提出当下美国疼痛的解药，也走上了修正主义，因为自由市场从头到尾都不是这些理论的目的。过去美国、英国会推行这样的自由贸易，那是因为符合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有最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持，但如今这些早已不在，所以当初那些自由市场的手段，如今都需要调整。因为全球化代表国际竞争力、生产力都会进行平等的竞争。而美国除了尖端科技、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之外，在劳动力和生产力上，从蓝领阶级到中阶工程师，都不是亚洲国家的对手，也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就不说中国了吧，你看看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越南、印度，美国同等级的工人都远远不是对手。这些技职教育的失败，显示美国政府面对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而且就算制造业难以挽救，美国的高科技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著名的高科技公司都在裁员，2022年一共裁撤了约15万个工作机会。美国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伟大只属于政客和美国富豪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很难期待美国政府能够完成内部整合。毕竟别忘了，民主的顺利实施有赖于一个社会有非常稳定的一大批中产阶级存在。但最悲伤的是呢，美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力量来解决问题。许多政客对世界大喊说，你们偷走了我们的技术，掏空了我们的产业。美国想要拿回的工作包括汽车、半导体上下游以及生物科技等等，这些有非常多的关键技术甚至都不在中国，半导体是台湾和韩国，德国呢是汽车和生物科技，还有日本的家电制造、化学材料等等。美国曾经统治世界的一切，过去美国用全球化降低自己的企业成本，由大众商品占领世界，但现在美国后悔了，想把一切收回美国本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像上世纪的日本那样，经历经济突然消失10年，欧洲国家也越来越谨慎地对待美国的新态度。我这里就不再提到台湾的态度了，我们好像有点没有那么关心，是吧？不知道听完陈文茜的这本《消失的爱》，你的感受是什么？是震惊还是想要反对？虽然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烦恼，但对于这样的国际大事，我们还是值得花多点心思来关心的。毕竟那些事情理论上与我们息息相关，或者说其实已经有许多历史经验与历史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但我们却视而不见。有时间的话，很推荐拿起这本陈文茜的《消失的爱》来自己读读，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我没有在这里分享的，其实也是比较敏感，需要你可能看着文字慢慢品味的吧。如果你不认同作者的立场跟想法，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很正常。但这本书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是以台湾的角度为出发，所对国际大事提出来的思考与观察。台湾也需要有更多理性的公民来参与进公共事务的讨论里，才可以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再来面对世界的挑战。希望这是一个不会太奢侈的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的不小品书，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希望今天的不小品书有启发你新的观点，我们下次见。